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干嘛突然又不说了？说说你一直以来是怎么帮我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从生活到工作，从苏曼殊的市场调查公司到现在的陈星。再说说那天她去玲玲的聚会上喝多了，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又是怎么样守了她一夜？守了她一夜，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我去她家的时候，你躲起来了，还让陈俊生骗我。他开你的车来的，那他自己的车是谁开来的？他醉得不省人事，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而陈俊生不能留太久。玲玲，你可以实话实说的。如果你还记得她是我的闺蜜的话，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我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她是罗子君，她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是单身，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10个 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你有你的自由，随便。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所以你才编出一个入职10年的聚会，用来考察我和罗子君的关系。所以你才弄出一个胶囊词，来考验我的反应。我考验你，是因为我心里还存有对你的一点点侥幸。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你跟子君之间没有任何事情瞒着我，你们还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依赖、最可以信赖的2个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就像相信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一样。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玲玲她在挑拨离间。玲玲跟玲玲有什么关系？他都告诉我了。他细数了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这段时间，公司里流传的你跟罗子君的所有故事，无风不起浪。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小道消息，也不会是无中生有。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挑拨、刺激、羞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我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在乎的是你们2个，你贺涵，你和罗子君，你们2个人。你们2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对哪个女人这么好。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原来不是不想结婚，只是不想跟我结婚。你说你不太会爱护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真的想去爱护的一个人。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我自己。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是不是你
和罗子君，你们两个人不是我们，是我。是我单方面的爱上了罗子君。我想，我应该对你坦白。他知道吗？所以，他突然的想约 Jonas 见面，所以他刚刚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觉得 Jonas 很好。你们把我当什么？谭姐，你不要误会，罗子君从来不想在任何事情上伤害你，他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而你为了怕他去跟其他的人约会，就赶紧的找过来要跟我摊牌。谭姐，从责任、道义或者其他一切的角度出发，我的确应该控制好我自己。但是如果仅仅从感情本身的角度出发，我应该对你、对他都诚实，也应该对我自己诚实。我想你和我都不会是想为了一段不诚实的爱情或者婚姻拖累一生。说完了吗？说完你可以走了，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罗子君，也请你转告他。你等一下，告诉我，为什么是罗子君？爱你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是罗子君？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让我觉得真实和轻松吧。我让你紧张了。或许吧。同样的，我有时候也会让你紧张，你不觉得吗？这不是说你要求我做什么，或者是我要求你做什么。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刻意的不要求，我是说，唐静，我们是一类人。我们头顶的所谓成功、优秀、自由，这种光环给了我们太大的无形的压力，让我们在一切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要保持这个样子，
而且还要装作毫不费力。唐晶，你明白吗？在你面前，我的确紧张，的确患得患失。这10年来，我随时准备着有一个更好的女人出现，取代我。今天的结果，在我心里预演过无数遍。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2个人不至于这么尴尬的全身而退，才可以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唯一的意外是，这个人居然是罗子君。谭晶，这事跟罗子君没有关系，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让你爱上他，就是他做的最大的错事。早来啦！服务员，帮我把这红酒给醒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是日料店，您这瓶是红酒。洛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都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是老卓新招的服务员呢。我刚也是这么想的。是老卓把你找过来的吗？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这老卓就一天都没开心。谁没开心过？哟，这酒是谁的？我带来的。什么好酒？这不会是我送你那瓶酒吧？没错，这瓶酒啊，是唐晶来 BNT 做我实习生的时候送我的见面礼。多少年了10年。？10年，10年你还留着？估计是他嫌酒不好，一直没喝吧。国产的，我当时100多块钱在超市买的，对我来说已经贵得不得了。我陪他一起去买的，我作证。这个酒是这样，不在年份，也不在于进口还是国产的，更不在于味道。这种酒喝起来，喝的是情怀，是吧？哟，今天怎么没去凑热闹啊？点的这些菜行吗？听老板的。今天的鱼汤熬的时间不够，送来的鸡蛋有一箱不新鲜了，我给扔了。另外那桌照烧酱应该用哪种给他们做啊？你说的？偏甜的那种吧。听老板的。再放一会儿再喝吧，可能会好一点。来，我以茶代酒，庆祝唐晶这辉煌的10年职业生涯，还有纪念我们俩10年不离不弃的友情。而我应该最有资格证明，这10年，唐晶是有多么的努力，又是多么的出色。这10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2个人，都在这儿了。我希望下一个10年，我们还可以像今天这样，经常的聚在一起。
在香港的同事 Jonas 要调到上海工作了，他是单身，我想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 Jonas， 他是单身吗？我记得他结过婚了。去年离婚了，他老婆在新加坡，分居时间一长，自然就离了。他人很好的，对不对？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毕竟在 BNT 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子君的情况，你已经跟他介绍过了。说过了 ，Jonas 说见一面，感觉好就好，其他的无所谓。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蛮好的，不着急找男朋友，也不想结婚，而且我不想用这种相亲的方式，急吼吼的满世界找男人。你不会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没告诉我吧？没有，我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啊？哎，今天是你忆苦思甜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头上。我是在想，我一定得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出去，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啊。要不然你再单身10年，在我们身边再当10年亮晃晃的大灯泡嘛。我知道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俩添麻烦，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我真的会注意的啊。所以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的男同事了。哎呀，你想多了，唐晶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大麻烦。唐晶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其他的，你的生活，你的未来，这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嘛。而唐晶，我想她也只是想给你提供一个选择，接受不接受，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嘛，至于这么紧张吗？这酒还是不行，不是什么酒都能放得住10年的。哎，对了，你喝酒不能开车。白光，哎，送贺总回去。好嘞，谢了。哎，今儿这个唐晶是不是情绪不对啊？你都感觉到了。做什么决定要想想好哦。拜。白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做？比如子群，你以前你是怎么追上他的？我就约他出来玩儿，然后他来了，我一把我就把他抱住，我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呢？然后他就懵了，当时，然后就答应我了，然后你懂的。可是他要是说他不喜欢你呢？不喜欢就不喜欢呗。但我想他都能答应出来陪我玩，那90%他是喜欢我的，对吧？子群之前你还有过女朋友吗？啊，我交过2个。都是这么追上的？对啊，要不然还能怎么追？我是男人，那还能让女孩反过来追咱们呀？男人就得主动出击。怎么笑这么开心啊？我
笑你说的对。有事吗？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并不是什么他入职10周年的纪念日。不是。他来 BNT 的时候是6、7月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楼里面的空调坏掉了，因为又是梅雨季节，大楼里边非常闷热，大部分人下午就都回去了。但是因为他刚来公司是实习生，他不敢走，热得差点中暑。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我猜测他是想找一个借口，把我们约在一起，因为他怀疑我们。怀疑我们？你和我，他怀疑我们之间有问题。你干什么？给唐晶打电话呀！他不是怀疑我们吗？跟他解释清楚啊！你难道没有去跟他解释吗？你没找过他吗？我以为你已经去找过他了。我没有，我先来找的你，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晶在怀疑我们。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赶到唐晶面前去安抚她，让她心宽下来，不要再怀疑我们。你尽快把婚期定下来，不要再拖延。而我要做的是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你们，再也不会当你们的电灯泡。我不能跟唐晶结婚，因为我爱上了你。收回你说的话，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收不回去。我既然说出来了，就没打算收回去。你知道我爱你，只是你没有想到我会把它说出来，没有像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我没有要隐藏的，我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的。贺涵，我在想，可能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比较多，你知道，人跟人久了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绝对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更谈不上什么是爱。我都快40岁了，我知道我爱上的人是谁。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但不能是我。我也可以爱任何人，但不能是你。你不明白吗？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可我偏偏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是，这对唐晶不公平。他可能会骂我，恨我，可能会报复我，我都理解，我也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因此再去欺骗我自己。我们应该正视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吗？我没有什么要正视的，我什么都没有。贺涵，如果没有唐晶，那被你贺涵爱上应该是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光是我的朋友，她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在我跟陈俊生要离婚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唐晶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牢牢不放，我才可以活到现在。如果没有他，你都看不到现在的罗子君。我的命是唐晶给的。可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也爱我，对吗？我不会傻到连这点感情都接受不到。你是贺涵，你是如此优秀，如此自负。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我可以不恋爱，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爱一个人一辈子烂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去做对不起唐晶的事儿，你不懂吗，贺涵？
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未婚夫。我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吗？天崩地裂也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我的心里分裂成2个罗子君，一个罗子君正因为贺涵说爱我而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另一个更大的罗子君却扼着喉咙警告我犯下了有违良心与道德的巨大错误，必须不顾一切地去弥补。喂，唐晶啊，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跟我提起的那个香港来的 Jonas， 我觉得要不你安排我们见个面吧。就当是多认识一个朋友也行。虽然我觉得一个人过着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个人能陪我共度后半生的。说不定我们俩见了面还觉得挺有缘分的。你确定啊？别等我约了人家，你又说你不去了。宋文打电话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啊，对啊，我就是觉得平常跟你们在一起，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在家里有平儿在的时候，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也不在身边，我还是会觉得很冷清、很孤单。好，我帮你约他。晚安。唐晶，唐晶，唐晶，你在吗？唐晶，唐晶，服务员买单。等一下。如果贺涵没有转告你，那么我再来跟你说一次，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再看到你。唐晶，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今天就跟贺涵断绝一切联系，我不见他，我今天就从陈星辞职，好吗？让开，我要去上班了。你还要上什么班啊？不然呢？你觉得我应该一个人躲在家里埋头痛哭，哀叹我们被毁掉的友情吗？你没有这么重要。唐晶，让开！唐晶，跟着我！唐晶，我不许说话！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跟贺涵做的好事告诉所有人。唐晶，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呢？你要是我，你怎么办？这还用说啊？抽刀断水，真爱唐晶，远离罗子君。那么做是伤害了3个人的感情。那你现在是诚实，你认为是吧？你对自己很诚实，那你理性呢？
你只对你自己诚实了，你对别人诚实了没有？对自己诚实而失去理性的就是动物啊！那么你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人？我没这么说。霍涵，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诚实回答。你说。你跟罗子君上过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也没想到吧？所以老周，收回你刚才动我的言论。我也快40岁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理智还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这么说，你是真爱罗子君，要和她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那唐晶怎么办？人家等你10年啊！老周，不是我推卸责任，这10年来，我和唐晶我们俩一直是在演一对金童玉女，其实谁都不信任谁。我感受到了，我相信他一定感受到了。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早说呀！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问题，所以等他冷静下来，我会去向他解释，向他请罪。无论他怎么样，我都接受。这对他还有什么用？喂，贺涵，你在哪儿呢？赶紧看看你的朋友圈，出事了。什么朋友圈？你先看看再说吧。怎么了？啊？我看看。唐晶跟贺涵摊牌了，你要不要给贺涵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啊？不是这种事情我怎么办呢？其实对他们3个人来说，把事情说清楚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这个唐晶一天到晚为罗子君找我麻烦，索性提醒他一下，让他拎清楚，大家也就轻松了。唐晶找过你啊？你跟他说什么了？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那天聚会，他说是不是贺涵把罗子君接走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呀。哎，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应该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你这不是存心的吗？你是他们先惹的我，我好好的在那儿上班，他们把罗子君送过来了，还警告我、威胁我。陈俊生，你也有份儿。你现在已经跟罗子君离婚了，你是我的老公，你有没有觉得你对前妻的关心超过我了？正因为我是你老公，你是不是有什么决定，有什么问题你跟我商量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你、贺涵、子君，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你说唐静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一会儿到了办公室，我们怎么工作，怎么相处？麻烦你把我的辞职报告转交给贺涵。怎么了？罗子君的辞职信让我转交给贺涵。快点啊，就等你了。我不去了，你帮我盯一下吧。无论如何，今天让他们把预算做完，误差不能超过3%，尽可能详细。行。
我知道我不应该问，但是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仨。晚上有空吗？一块儿去老卓那儿喝一杯。行，那晚上见。哎，小黄，消消乐新出的海边消消乐是你们团队负责的吧？挺好玩的，能不能给我要点精力瓶呀？这么好玩啊？那我去帮你问问要点啊。好啊。挺好的呀！哎呦，好久不见了，你挺好的。是。阿姨，您这次来找谁呀？我找罗子君啊。哦，罗子君她辞职了。我知道，她辞职了呀。哎，我不知道耶，她为什么辞职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个死孩子，辞职怎么不跟我讲呢？真的，她为什么辞职啊？阿姨，我真不知道。哎，你真不知道呀？哎呦，这还，哎呦，阿姨您怎么了？哎呦，我的肚子不知道早晨吃什么了，肚子怎么这么疼呢？不行，你们的卫生间在哪儿啊？阿姨出门左转。好呀，谢谢你啊。不客气。好，上卫生间。哎呦。出去帮我带杯拿铁呗。好呀，记得给我发红包。哎，我发现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哎。别提了，要命啊！上午的会贺涵没来，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来啊？你说这陈俊生比贺涵怎么样啊？嘿嘿，胆子小，连贺涵一半都不如。但是他这个人呢，做事谨小慎微，也有好处。可操作性强，而且呢，按照他的指示做事不会出大错。当然，你也别想有什么奇迹。陈俊生会不会是下一任副总？本来还不确定，但是你看贺涵这2天心不在焉的，我怀疑啊，董事会可能提前有动作。他不会为了罗子君跟唐晶合婚吧？你小点声。怎么还有人啊？这谁呀？来了。来了！哎呀，君君啊，你怎么不跟我讲呢？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讲呢呀？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呀？你呀？什么事情啦？就是辞职的事，我跟你讲过了呀。哎呀，那个辞职，那个辞职不辞职是小事情啊。贺涵，他跟你表白了，他跟唐晶分手了，对吧？谁跟你说的？哎，我是你妈，我什么不知道哎？我跟你讲，在你崔叔叔那儿，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哎呀，你是我生，你是我养的，你有个风吹草动，我跟你讲，你这妈妈这里是有感应的呀。你真我跟你讲，你现在呢已经60多岁的人了，不是16岁的小姑娘。你记得那些养生节目里面，年纪大的人呢要多喝水、多睡觉、少操心，
要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什么那个帕金森啊。对，咱们弄堂里面那个王阿姨不就是这个样子？是啊，那个王阿姨对好可怜的呀，要多锻炼身体，你知道吗？是的，好呀。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呀。现在是你命运的转折点，不是我耶。你喜欢那个男人，他也喜欢你，关键是他是贺涵呢，头等奖砸到你头上了。哎，你不要去想是什么，我想头等奖怎么砸到我头上，不是砸到别人头上，你只管去领奖好了呀。啊，别人不知道我跟唐晶的关系，你还不知道吗？啊，你这么兴奋干嘛？说白了，这个彩票它就不是我的，就不存在什么得奖不得奖一说，瞎起劲。君君妈妈跟你讲，这个男人啊，跟彩票是一样的，都是不记名的，啊，什么抢的呀、捡的呀，或者你排队等来的，你只管去拿着彩票领奖，那就是你的了。好了，我的事情呢，你不要管了，对吧？我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就让我去吧。就像你跟崔叔叔的事情，我跟子权有什么意见？还不是听你自己的意见吗？什么决定啊？贺涵工作都不要了，这就是你决定啊？不是，你这是自绝后路，你以后可怎么办耶？我重新找一份工作，我远离贺涵、唐晶，还有陈俊生、玲玲，不是挺好的吗？我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一样可以找到新的男朋友。哎呦，新男朋友，关键你喜欢的是贺涵，你以后还能看上谁？我没有啊，你不喜欢贺涵？哎，你不喜欢贺涵，你妈妈这60年算白活了，你晓得吧？你这丫头得听我讲话，贺涵还是不错的呀，你。谁来了，妈？哎呀，我天，这时间，哎呀，哎，你好，你这是去哪儿？啊，我找那个22号的。20号家里没人呀？啊，没人啊？对啊。哎呀，麻烦你有那个笔和纸没有？借我用用。哦，有的有的。哎，好嘞，来，谢谢你啊。哎呀，贺涵，如果你现在还磨磨唧唧，不敢娶你真正喜欢的人，那么等你老了，你是要后悔的，死不闭眼的。我现在已经把你当成未来的女婿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你看什么看啊？我写这些，我跟你讲，你也得记住，你不能干后悔的事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我跟你说，就这些，一会儿全都交给22号，叫贺涵啊。好嘞，谢谢你啊。对了，地铁往哪个方向走呀？啊，出门右转，100米就到了。啊，抽这个门哈。哦，这点近是吧？哦，好嘞，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啊。还等呢？老板找的，晚点说。我建议你别等。你不就是问罗子君的事儿吗？我都替你难为情。就是关心罗子君未来的生活安排。我知道，你们说这不关我的事情，但是除了罗子君，还有孩子呢。我今天就不管尴尬不尴尬了，我就想让贺涵当面说清楚，罗子君
跟唐晶，他只能对一个人负责，你说对吧？这个世界上谁对谁能敢说我对他负责？有吗？我看你对洛洛挺负责的嘛。哎呦，我可对他负不起责，我只能管他一时，我管不了他一世。你看你啊，对你的老婆要负责，对你的前老婆要负责，对你2个老婆的孩子要负责，对你的父母要负责。你得对单位同事负责，对上级负责，下级负责，你还要对你的客户负责，对吗？不累死了？喝完这杯酒，罗子君跟贺涵的事情我不问了。你别说，我可以对你这杯酒负责。我请了。谢谢老朱。您好，欢迎光临。怎么了这是？我还没来就要走啊？喝的有点上头了，就走了。哎呀，来来来，你这酒量我还不知道，快点快点。你不是还有话要问我？没事儿啊，不问了。是不是老卓跟你说什么呢？人老卓说的有道理吧？按道理说，确实这里边的事儿也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肯定也解决不了。关心反而添乱，就等结果吧。白光，再给来壶酒。哎，你也坐一块喝吧，反正也没什么客人了。来，拿个杯子。来，呵呵，我敬你一个啊！以后咱俩可能就是一家人。什么一家人？你又听谁胡说八道？这还用听谁说吗？你这3天2头跑过来跟老周聊，不都这个吗？我也是过来人。来，军生。陈军生，我的前连襟哈，你怎么想？是不是替子君高兴啊？他终于要有新的、更美好的人生了。是，替他高兴。白光，干活去。没事儿。现在的人啊，就缺白光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的人。我都不在意，你们就都不要在意了。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人，没什么不敢承认的。讨厌，就得勇敢做自己，你知道吗？要我说，陈先生，你别介意啊。要我说呀，我就要联合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一起去给这个罗子君做思想工作。我那丈母娘你是知道的啊，你也是知道的啊，她就是绑，也会把罗子君绑去跟你拜堂结婚的，你就等着吧。哎呀，行了，几位，今天打烊了。行了，洛洛，真成老板娘了，连我也敢轰。我说打烊就打烊。好，那我们出去喝，想一块儿去了。走，给我们多拿几瓶啊！哎，你们俩能不愁眉苦脸的吗？不是，在我这儿你们也算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钱有保险。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一老婆，还看上一洗剪吹，我们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吗？那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它什么时候就有了变化了？愁什么呀？变化，能有什么变化呀？我什么都有，
我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我也有。人家白光，说实话，我倒希望啊跟你换一换日子过吧。我还真不跟你换，我要换我跟贺涵换，哎，社会精英，大摇大摆，或者我跟卓老换。去过那么多地方啊，好事儿坏事儿什么都干过，关键是他阅女无数啊。贺涵，要换你跟谁换？陈俊生啊，跟我换上。哎，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你不就是喜欢上了唐晶的好朋友，我老婆的姐姐陈俊生的前妻吗？怎么了？胆儿真大，你这话我都不敢说出来。你都跟人罗子君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还不让说呀？啊，一个人占2个坑，那是缺德的。说得好。哎，我不是说你，说谁都说得好。白光，还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说。你不说，你不说，我说。我告诉你，白光，不用羡慕他，羡慕我，我们俩还不如你，真的。你这就瞎说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我还抵不过你手上这块表呢，我告诉你，你都没我这块表贵。你去边去！他那表没我的贵，你喜欢是吧？来，拿送给你。贺涵，你这骂人了啊！你拿着，你不喜欢我送你。我再怎么混蛋，我还是有尊严的啊！怎么弄得我跟你要东西似的呢？你少跟人要东西了吗？我的意思是好马配好鞍，你说我要戴这么块表，那别人不得以为我偷的呀？听见没有，陈俊生，人白光比我们强，对吧？你比我们俩强，你不装。你装？你看，他笑了，他为什么笑？他懂我，我也懂你。没错，你说的对，我装，所以说，我一直在装，真的，装的什么都彬彬有礼，装的什么都游刃有余，装的什么都不在乎。他，别看每天这个德行，他也装。我装什么了？你怎么不装啊？我不装。你当然装了。我怂。我多怂啊！我是怕失去那个，怕失去这个，怕得罪那个，怕得罪这个，我怂我。哎呀，我不装，我也不怂，我他妈废物啊！我吃老婆的，我用老婆的，我还骂老婆，我头顶上这帽子比他妈股市还绿，我。哎呀，好。问世间情为何物？你看他还会唱歌。只叫人生死相许。早。贺总早。早。昨晚喝这么多，来这么早，果然劳模。唐晶从 BNT 辞职了。什么？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没听说，说是他半夜给 BNT 发了个邮件，人就消失了。什么叫消失了？就是谁也找不到他。他助理去他们家找了，他也没在家。
唐晶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你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吗？他辞职了，我也是刚刚知道。他不是不接你的电话，他是不接所有人的电话。也许就想找个地方待几天吧。你不用担心，我会找到他的。他也不是那种一时冲动就想不开的人。我去找一下他去。你上哪儿找啊？我也不知道。去看看他的车开走没有，去问一圈他的朋友，或者去他的健身房看看。那我去吧。一会儿安琪儿老板要过来，被上面知道这几天的重要会议你都没参加，总归不太好。我去吧。谢了。陈俊生，哎，你去找唐晶有没有搞错？贺涵干嘛不去啊？我去就回来，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呢。哎，董事会正在考核你呢，你得快点回来，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啊？啊，知道了。什么事？之前在晨曦公司为什么要辞职啊？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听你妈妈讲起唐晶的下落，速回。不方便说。能否简单阐述一下究竟是什么个人原因吗？罗小姐，你是不是很忙啊？啊？哦，抱歉，很抱歉，我现在有一些着急的事情必须要走，不好意思。不，罗小姐，请你稍等，恐怕在其他公司很难找到像我们公司这么好的待遇了。我知道，谢谢，但是我有事儿必须要走了，抱歉。你